好的，今天我们想介绍一本日本的名著，就是文豪太宰治所写的《人间失格》这本书。这个《人间失格》这本书呢，它的名字叫《人间失格》，听起来很有文艺性啊。但实际上直译的话，日文的人间就是人，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人很失败，你没有做人的资格，叫人间失格。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日本的文豪太宰治，他是日本的知名作家，但是他38岁就去世了，而且他是自杀殉情身亡的那种死去，是属于很让人觉得有点羞耻的一种死亡方式。比如说老舍，比如说你是受迫害而自杀，或者有的人是比如芥川龙之介是因为得病而自杀，或者是三岛由纪夫是想推翻政府发动军事政变而自杀，这个非常不一样哈。这个日本文豪太宰治的这个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历史上我们会说这种死叫做死有重于泰山，轻于鸿毛。他这种死呢，一般我们都认为非常轻于鸿毛，但是呢，在文艺历史上，我之后会讲他这个死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死。那么他1948年6月13号去世，而他这本《人间失格》呢，是他1948年的作品，所以呢，他这本书呢是有他这个遗世自传体的这个性质啊，就是说他写的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但同时也有可能就是他本人。如果我们说这个夏目漱石是日本文学界的巴赫的话，就是所有的这个开端，近代文学、近现代文学的开端是来源于夏目漱石的话，芥川龙之介就相当于是贝多芬，就是那种体力非常好，写的那种很有激情的那种作品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太宰治呢，他就写的有点婉约，但是充满天才气息，他就相当于这个日本文学界的莫扎特这样的一个感觉。你看他的样子吧，也就长得这个非常忧郁啊。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美男子啊，非常多的这个情史，但是就跟他《人间失格》里面所写的是一样的，是一个非常风流的才子啊。《人间失格》它的主要故事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太宰治就说他自己在一张照片中发现了一张照片，那张照片上面描绘了一个表情枯槁、年纪轻轻却像70多老人的人。然后在这个照片发现这个照片之后呢，他发现了有一段手记，就是讲述这个人的一生，就是说，然后他就以一种回忆体的方式把这个人的一生就写了出来。开篇的第一篇的有一个名句，就是我这一生就是失败和耻辱的集合体的。日文原句就是私は恥多い人生を送ってきた，就是说我过了很多非常羞耻的一辈子。那么他这个主人公呢，他主要过的就是沉迷药物啊，他有这个毒瘾，然后还有共产主义啊，沉迷共产主义，还有嗜酒，包括他就玩女人，这个沉沦不伦沉沦情色什么，这些呢都非常多的就是写在这个故事里面。就乍一看呢，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故事，就写了一个非常怎么讲，就是一个非常堕落的一个人的人生。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人，基本都不会过他这种人生。就是你所有害怕的那些坏习惯，所有那些你不愿意去碰啊，什么赌博啊、喝酒啊、什么打注射药物啊，包括当然呢，共产主义在当时的日本是作为一种异端邪说，是当时就是，所以他接触共产主义啊，其实也并不是说有很崇高的理想，而是说只是说想和这个一种叛逆这个社会，所以他整篇小说呢就显得非常的消极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消极呢，就是他这个小说的这个文艺价值的所在。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？就是沉沦和文化其实是有一定关联的。很多人会问，沉沦和文化能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《人间失格》当中有一句名言呢，讲述了就是太宰治对文化的一个认识啊。他就讲，你身上总会有一块疤痕，你刚得到它的时候，你觉得它破坏了你皮肤的完美，让你成为了一个不完整的人。你怎么看那块疤痕都觉得它很丑，可是后来你就会渐渐爱上你那块疤痕。你和你的疤痕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你一直盯着它看，越盯着越习惯了它的丑陋，并最终发现这块不规则的疤痕让你和别人不同，让你成为了独特的一个人，成为了你身体的标识。没有了那块疤痕，就没有了你，最后你就爱上了它。他这一段话讲的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就说讲的就是文化是怎么回事。他整本《人间失格》就是说这个太宰治对文化的认识，他认为文化就是一个疤痕，它不好看，它不是说我们觉得哎呀，我们好像普通人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美丽啊，或者是
这个高尚啊这些东西。但实际上呢，它是一个在他的这个认知里面，他认为文化就像疤痕一样，这个沉沦和丑陋的东西啊，最后构成了文化。因此呢，他故意描写了一个就是从头到尾都很失败的一个人。我们讲这个感情是很复杂的。如果你年轻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自己身体，比如小时候的时候，你觉得哎呀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然后结了一个痂吧，然后你这个痂，然后你就觉得它很丑嘛，是吧？但你后来呢，你慢慢长大之后，它就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。然后越丑的东西呢，看久了它其实也就不丑了，不丑了之后呢，你就觉得它好像是你自己的东西一样，然后你就爱上了它。所以文化也是一样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者一个文化体的文化，它并不是当初最美好的那些东西留下来，而是说一些让你不一样的东西，或者说你一开始觉得让你很丑的那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但是呢，因为它和你时间长了，你产生了一种怜惜的爱惜的感情，最后你就把这些文化当作神明一样奉了起来。这就是太宰治对这个文化的一个认识啊。书中的那个主人公呢，他当中有一幕，我觉得记得非常的清楚啊。他就说，为了博人一笑，在小学的时候故意就是跳远啊，好像反正做个运动的，故意跳失败了，然后哈哈哈哈，大家都笑了嘛。然后大家都笑嘻嘻的，只有一个转校生在那里说：“你是故意装摔倒。”这个感受呢，其实我也蛮深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呢，你肯定希望你能做得更好，你能希望你自己做得更完美，但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呢？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你干脆就做的差劲一点，做的丑陋一点，那样大家还可能会笑一笑，那起码还产生了一点价值。但是如果说你做的又不完美，然后又不够差，刚好在中间的话，那个价值就非常的低。所以太宰治讲的这个文化，主要是那个比较差的那个级别的那个文化。但是我们讲这个人生很多这个失败的体验呢，其实也就构成了我们所有的文艺作品的那些源泉啊。这个喜剧和悲剧的主要的源泉都来自于失败。日本的一些搞笑艺人就说，他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敢谈自己的这个成功体验啊。你谈这个成功体验会好笑吗？会有什么笑料吗？或者说谁愿意听呢？然后你说，哎呀，我赚了很多钱呐，我很成功啊，然后人家就把头转过去了，就没有什么共享的价值嘛。所以这些搞笑艺人都很烦恼，说我们一天到晚只能讲这种 negative 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讲 positive 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整天就是反复的讲自己失败经历，好像不停的在这个摩擦自己的灵魂啊，觉得是非常痛苦啊。其实呢，喜剧和悲剧呢，都是这种失败，不管你想让人笑还是想让人哭，你都是要通过失败来完成这个文艺的创作哈。刘邦呢，他胜利了，然后他得到了天下，但是项羽失败呢，却为他占领了文艺，是吧？我们都很同情项羽，然后项羽很多的作品当中都会以他为主角，因为他的失败，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比刘邦更深刻。刘邦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很平庸的君主啊，也不像李世民一样雄才大略，所以他的那个非常模糊。但是他当年是战胜了项羽的，所以呢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不得不为了成功而努力的奴役自己，我们要不停的寻找成功的机会。但是可是在人类的集体记忆当中，我们发现现实的成功实际上是毁掉了自己的历史地位。你现实上越成功，你在文艺上的价值就越低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《人间失格》这篇小说揭示了这个现代成功社会的这个一个痛苦的地方，那就是说人人都要追求成功，人人都怕失败，但是这种失败的恐惧呢，反而就给文艺带来了空间。凡是这些失败的人呢，都最后就成为了文艺上面的主角，然后他们就通过痛苦来占据了这个文艺的这个顶峰。同时呢，有一些作家，他本来他可以成功，但是他故意失败，就是用这种装作自己失败的这种方式来占据了文艺的这种高位。你就比如说太宰治说的那个，就是跳远，故意装作失败，他本来可以跳得更好一点，但是他为了要得到文艺地位，所以他就故意装作失败。所以我们讲文化这个东西啊，实际上它永远都是传统的，永远都是落后的，它很少有那种向前的、前进的或者进步的。而进步的东西呢，永远都很庸俗，是吧？它没有什么文艺价值。就比如说当年我记得就是奥斯卡奖，它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争论，就是说这个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和这个《阿甘正传》这两部电影，为什么最后《阿甘正传》拿到了奥斯卡奖，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作为就是人类史上基本上最成功的一部电影，为什么最后拿不到奥斯卡奖？
这个呢，其实我和很多人讨论的时候，我就只说一点，就是说，因为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啊，是一个 happy ending， 它是一个好的结局，它有励志成分在里面。凡是励志的这些东西，不管是励志的这个书籍，包括励志的电影，当年或者说将来也会感动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它在文艺上面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你不可能跑到一个就是书架里面去看那些什么成功人士的成功体验，是吧？然后买那些励志书籍，李嘉诚怎么理财，什么巴菲特怎么理财，你专看这些东西，那些东西第一遍看肯定是有意思，但是你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全部都是垃圾，它没有文艺价值。而像《阿甘正传》这种东西，《阿甘正传》最后的这个结局，它不是个 happy ending。你想那个阿甘被那个女的叫过去，然后他是千年备胎嘛，但是那个女的得了艾滋病，自己生了个小孩，然后他就跟阿甘有过一晚上的这个感情，然后他就跟他说这个小孩是你的，然后让你把那个小孩带回去，他就把那个小孩送上轿车。这个小孩是他的嘛？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看，他是个千年备胎，他只和他发生了一次关系，这个小孩怎么可能是他？这阿甘正传两条线嘛，一条是这个阿甘的这个从军的线，一条是这个女的在这个社会中寻找自己身份的这个认可的一条线。那么这个女的最后呢，她的这个寻找身份认可她失败了，然后阿甘呢就把她那个失败又继承下来，然后最后的这个结局就非常惆怅。实际上看完阿甘正传，没有人觉得很开心的，他那个结局的主要就是给你带来一种很惆怅的感情，所以说他这个文艺价值会比较高一点。我们很少见到就是说这种 happy ending 的这种电影啊，在这个奥斯卡上面拿到大奖，因为它这个文艺性质就比较弱嘛，它就最后就是真正的文艺性的东西啊，就是说一定要揭示社会现实，它是超出现实，它但同时也是现实。现实就是所有都是悲剧，所有都是失败，没有成功的这种东西存在。励志的东西啊，永远都没有什么文艺价值。所以你成功是一种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你追求成功了，你就失去文艺地位，这是永远的一条我们叫做矛盾论的一个东西吧。所以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呢，它最有文化了。好看的东西呢都没什么用，有用的东西呢都不怎么好看。每一个实用的东西呢，都有一种对这个未来的恐慌。比如说你新发展的什么手机啊，什么新发展的这个机械啊，什么电脑啊，你永远你用的最新的东西，你也有这种未来恐慌，你生怕有一天出来一个什么新技术就把你这个取代了。你说 iPhone 10或者说 iPhone 什么 iPhone20什么，它那个苹果它就安心吗？它永远充满对未来的恐惧，它不一定自己永远都是走在最前面的。我们讲这个社会永远都在进步，而文化就是这个进步的反面，是进步的一个镜子，是倒影，它就是一个落后的特点。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恐慌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文化来安慰自己。因为我们觉得过去的东西还是那么好，有这个东西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依赖于这个文化，然后永远都不用改变，不用再去承受这种未来恐慌，所以我们才需要文化，需要那块疤痕，是吧？很多人就说这个来到日本之后，觉得日本这个文化保留的很好，什么中国都拆完了，那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时代总是在往前进，你不可能永远留在文化里面，文化永远都是落后的。你如果永远留在那个落后的那个文化当中的话，你就像太宰治所写的人间失格一样，那么非常沉沦的一个人生。我们每一个未来恐慌带来对过往的这个缅怀，而人类呢，就是这种在这个追求进步带来的未来恐慌中沉迷文化的一种动物啊。这是我觉得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。他写了一个非常失败和沉沦的一个人，而写这个失败和沉沦的人在日本的这个文学界取得了非常高的地位，这个人间失格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那么为什么这种丑陋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必须要去看啊？因为他们就是戳穿了我们这种对未来的进步的一种恐慌，然后对我们为何要依赖于这个失败，为何要依赖于文艺来抚平我们这个心中的这个痛苦。我觉得像很多人就讲文学最重要的是那个比喻能不能比喻的好，我觉得这个太宰治他把文化比喻成这个身上的疤痕，这个非常非常的新鲜。如果说比如说你说中国文化，说我们现在残存下来的那些东西，然后我们说它很漂亮，但有可能它就是当年那种疤痕一样的东西，它刚开始诞生的时候是让你很痛苦的。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缠小脚，那带来了是中国这个女性这么长达
千年的这种痛苦啊，但它就是一种文化。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缠小脚保留了下来，可能现在我们再去看缠小脚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啊，因为我们整天说我们中国人穿的全都是西洋的衣服，然后干的都是西洋的事情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中国特色。你在日本大街上看有穿和服的人，但中国大街上看你就看不到这种人，没有那种大规模的穿那种很整齐的那种汉服啊什么的，有自己文化根源的这些人都没有了。但如果你有小脚，它虽然是一个非常陋习，但因为这个小脚只有中国有，而其他国家都没有，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。有很多日本也有很多陋习，我们过来这边日本去看日本，哎呀，觉得日本这个好那个好，什么吃生的是吧？你这个料理这个烹饪文化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，你还要吃生的东西，还有很多这些吃寿司啊什么这些，你说这些文化真的很好吗？或者吃河豚啊什么好吗？你真的仔细想一想，这个东西真的好吗？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落后，比如吃海豚肉、吃金鱼肉，日本人要吃金鱼肉什么的，你全世界都在批判他，他还说这是我的文化。为什么他放弃不了这个文化？因为这个只有他们在吃金鱼肉的时候，他们才觉得这是我们日本人，这是我们的 identity， 这是我们的身份，是我们的身份认可。好的东西都被全世界都拷贝去了，然后坏的东西，只有坏的东西你自己一直在做，所以这种缺点最后真正的把你这个人格给塑造出来。所以人对自己的缺点都有一种叫什么爱护的那种感情，就是说到最后爱护自己的缺点，爱护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文化。这就是我觉得太宰这篇小说最高明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谢谢观看，请登录我的频道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